男人即将与未来的妻子步入婚姻的殿堂，激动到连走路都变得手足无措，甚至岳父一不小心踩到了珍珠的裙子，珍珠结果不稳摔倒在地，他急忙上前去帮助她，幸好珍珠并无大碍，他们手牵手幸福地笑了，心情愉快地举行了婚礼。可惜不久后两人却选择了离婚。离婚前的那个月，珍珠刚好去了洗手间，儿子哭着跑来找妈妈，她只好抱起儿子试图安慰他，慢慢地让儿子笑了起来。珍珠看到这一幕，心情也好转了。刚醒的半岛目睹了这一切，显得有点不悦。珍珠对半岛现在的狼狈样子感到不满，尤其是今天还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她坐到化妆台前整理自己的仪容，看到了一个购物袋，以为是半岛送的礼物，心里十分高兴，兴奋地拿出来戴上了。男人却解释说，这是院长买给夫人的，让他帮忙保管一下，然后就把礼物拿走了。珍珠询问家门的密码，半岛显得有些不耐烦，告诉了他密码，然后问他怎么了。珍珠询问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，半岛回答说7月20日是他们的纪念日。珍珠没有多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这时半岛才意识到今天正是那个日子。珍珠怒气冲冲地想要把半岛的笔记本扔进水里，半岛急忙求饶，说笔记本里有重要的工作资料，所有的工作文件都在那里。珍珠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手，她决定强硬起来，如果珍珠敢把东西扔了，那就离婚。这话刺激到珍珠的敏感点了，她一气之下扔掉了笔记本。尽管半岛试图擦拭笔记本，但已经晚了。此时院长打来电话，事情开始变得更加复杂。珍珠还得全心照顾她的儿子，孩子一放下就开始大声哭泣。她决定出门散散心。有个女人好奇地盯着她看，珍珠看了看自己因为带孩子弄脏的衣服，有点尴尬地试着擦干净，无奈之下只能用背带遮一遮。她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年轻大学生，她沉默地陷入深思。半岛忙于应付各种社交活动，设法取悦上级，通常都是他埋单。此时儿子突然生病，吐得珍珠满身都是。他打电话给半岛，但半岛还在忙着应酬。更糟的是，半岛还得帮院长掩饰私事，还得为院长藏着情人，最终还是被发现了。他想去阻止，却被院长的夫人抱走。情急之下，他推开了他。院长为了下台阶，一拳把半岛打飞，这样他成功地摆脱了危机。为了保住工作，半岛只能忍了。更过分的是，院长追求女人竟然用的是半岛的信用卡。珍珠带孩子去了医院，她发现卡上的费用出现异常，大部分钱都花在了旅馆和宾馆上。正好她的朋友看到了半岛和院长的女人在一起，珍珠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感觉自己像是黄了的珍珠，浑身是污。她已经变了个人。半岛传来了不回家的决定，他受了伤，不想让珍珠看到这副模样。这时珍珠打来电话，两人爆发出激烈的争执，他们彼此生气，决定离婚。离婚那晚，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，他们同时丢掉了结婚戒指，戒指突然发生了奇异的变化。醒来时，他们发现自己回到了过去。这对离婚夫妇在不同地方同时扔掉了那见证爱情的戒指，奇迹发生了，戒指剧烈变动后变成了粉末。醒来之后，他们发现自己回到了大学时光。珍珠看到了健在的母亲，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，这是上天给她的重来机会。回到了校园，她看到了年轻的自己，她对自己的帅气感到震惊，到处都是恋爱中的情侣，青春真好。直到她看到了曾经的丈夫半岛，他们回忆起了离婚前的对话。这次他们有意错过了对方，每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回到了过去。珍珠感到些许失落，但她注意到了操场上的男生，那健硕的肌肉让她都觉得不好意思。其中基隆最吸引她，未来的基隆是个年收入600亿的大亨，他曾经追求过珍珠，现在似乎有了机会，但基隆一看到他就赶快移开了视线。走廊上他又一次遇到了基隆，珍珠这次主动出击，但气氛似乎有点尴尬。昨晚基隆找他谈了恋爱的事，珍珠却在众人面前说他有体臭。珍珠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后悔，更出乎珍珠意料的是，他竟然在联谊上遇到了半岛。两人坐在对面，在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半岛说高恩飞很像裴秀芝，这让珍珠意识到他也回到了现实。在选人的时候，珍珠就一直盯着他。男生方面只剩下独仔和半岛，女生是些重量级的女孩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珍珠。他不想让独仔受自己影响，这让独仔非常不满。独仔大声说他不想和小飞象在一起，像炸弹一样怎么相处。没想到小飞象听到了这话，那小小的一句话让人晕头转向。珍珠以为半岛会和自己和好，却没想到半岛建议他多读书，告诉他不要结婚，否则只会欺负老公。珍珠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他愤怒地追了出去，却看到半岛
抓住了初恋瑞英的手，这让珍珠心情复杂，她心里依然感觉不舒服，毕竟她知道老公也和她一样回到了现在，刚回来就去找了初恋。想到这些，她感到非常伤心，思念孩子，她忍不住流泪。一边哭泣的她，错误地把基隆的车当成出租车，看着情绪崩溃的珍珠，基隆只好按照珍珠的指示开车。到达后，珍珠马上掏出了他的卡，可惜那时候却不能用卡，基隆只能将就一下。这件事让基隆对珍珠这个人越发好奇了，珍珠却不小心把包落在了基隆的车上。第二天，珍珠终于找到了半岛，半岛却告诉他，现在的生活挺好，自己挺满意的。既然回不去了，珍珠决定也要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活了大半生，她居然还没去过夜店，今天她要为自己疯狂一次。出门却碰到了一个带婆，高跟鞋让她控制不住自己的速度。兄弟姐妹们，请让一让！幸好基隆及时把她抱住了，这个拥抱让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点感情的波动。珍珠紧张的道歉，并解释说她没有体味，但基隆还是迅速离开了。这时基隆已经开始对珍珠有了好感，这是他第一次来这么热闹的地方。珍珠好奇地四处张望，服务生领他们进了包厢。眼镜哥注意到了珍珠，他还是未来半岛的顶头上司。珍珠以前只和半岛交往过，不知道海王有多厉害，他对任何问题都回答，也没拒绝眼镜哥给的联系方式。之后珍珠和朋友们开始跳舞，他突然看到了半岛，半岛看到他很是惊讶，这还是那个乖乖的老婆吗？他对珍珠来这里很生气，珍珠也对他的出现感到愤怒，毕竟这是找异性的场所。珍珠郁闷地喝起了酒，酒劲上来，他开始发酒疯。虽然半岛总是说他不好，但心里还是很担心他。这时候珍珠拿出一张写着眼镜联系方式的纸条，半岛一看都傻眼了，简直是渣男本渣。珍珠忽然提到了儿子的名字，半岛这才想起自己还有个孩子。第二天，半岛找到珍珠，叫他别再联系眼镜。他对珍珠说，眼镜根本就是个废物。珍珠觉得半岛不该管他的私生活，半岛气得不行，你还在夜店里喊你儿子的名字，把离婚和儿子的事情都说出口了。他们当时正好在广播室，一瞬间离婚和抛弃儿子的事情传得满城风雨。虽然争吵不断，但半岛坚持让他远离眼镜，别因为很久没男生打电话就昏头昏脑的，这让珍珠更加生气。半岛还说漏了眼镜是他上司，这更加激起了珍珠对眼镜的好奇。他当着半岛的面要了眼镜的电话，可能是青春荷尔蒙作祟，七龙满脑子都是珍珠。到了晚上，学长组织新生参加寻宝活动，凭借经验，珍珠很快就找到了物品，但当他去拿的时候，从楼梯上摔了下来。幸好基隆英雄似的抱住了珍珠，他们对视一刻，心跳加速。珍珠紧张的往后退，却意外碰到了楼梯，基隆挺身而出替他挡了一劫。看到基隆受伤了，他想要检查伤口，但高冷的基隆选择了自己离开。珍珠成了基隆的拐杖，他还递给他冰块，基隆却让他别管。珍珠还是帮他处理了脚伤。缺乏家庭关爱的基隆，在这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情。遇到这样的女孩，他怎能不被打动？聚会结束后，他一路尾随醉酒的珍珠，护送她回家。珍珠心里只想着孩子，基隆却不明白他为何流泪。而在另一头，半岛赢得了瑞英的心，女孩长得甜美，气质非凡，同学们都很羡慕，追求者络绎不绝。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半岛，别人都光明正大，半岛却总是偷偷摸摸地观察他。有次他拿着饮料，气势汹汹地走过来，却害羞地转身逃走。现在的半岛已经不一样了，他从未来赶来，接受了岁月的洗礼，大方地认识了初恋。瑞英用美食攻略了他的朋友，还顺利拿到了瑞英的电话。半岛晚上来到舞蹈室，离开时瑞英突然晕倒了，他抱起瑞英急忙送医。尽管瑞英身形娇小，老师还是觉得她跳舞给人沉重的感觉，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。严格控制饮食导致了低血糖。瑞英一醒来，半岛就带她去了餐馆，她终于吃饱了，半岛还特意给她准备了一双新鞋。瑞英感到非常惊讶，她怎么会知道我的鞋码呢？原来半岛趁她睡觉时量了她的脚。瑞英对半岛越来越好奇了，感觉他变成了另一个人。他们一起登上了山顶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俯瞰着美丽的风景。半岛开心地看着瑞英，瑞英非常感激今天的经历。离别时，他表达了想更多了解半岛的愿望，这让半岛非常高兴。这时他看到了前来见儿子的岳母，他偷偷送了岳母一个礼物。在观察的时候，有个男人撞翻了岳母的菜篮子，那男人头也不回就走了。岳母上前理论，那男人竟然想动手，半岛及时赶走了他，但珍珠却推开了半岛，因为半岛曾经伤害过岳母。
珍珠不想再和他有任何联系。这件事之后，半岛意识到自己忽略了家庭，开始频繁地想念自己的儿子。珍珠也因为思念泪流不止。第二天，基隆主动找到珍珠，珍珠关心他的情况，这让他误以为珍珠对他有意思。珍珠无言以对，真是个意外啊。不过珍珠作为一个母亲，又开始关心基隆的腿伤了，这让基隆的误会更深了。那男人回到了过去，和初恋一起去看电影，结果竟然碰到了岳父，头皮都麻了。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于是他就走出去了。没想到珍珠也在这，原来是基隆趁机约了珍珠。心里不爽的半岛还是走到了瑞英身边，两人似乎有些互相伤害。基隆刚出门就遇到了岳父，岳父还挺会找乐子的，珍珠却决定离开。这时基隆拿出了珍珠丢失的包，他没告诉珍珠那包是在自己车上找到的，说出来可能让珍珠难堪。珍珠还是表示了感谢，但他觉得基隆像是在装可怜，知道他是个富豪，如果真的不舒服就赶紧去看医生。边说边，基隆突然凑近了他的脸，他感到很大的压力，赶紧说这顿饭由他来请，我喜欢你。珍珠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另一边半岛在送瑞英回家的路上，瑞英对街头的舞蹈团很感兴趣，半岛就把她带到了舞台中央，为她鼓掌，让她在这欢快的氛围中释放了平时比赛的压力，气氛变得越来越微妙。瑞英主动和半岛的食指挂钩，半岛也显得很高兴。第二天下起了大雨，瑞英没带雨伞，半岛正好从车里走下来，下雨天氛围特别撩人。珍珠真倒霉，伞竟然打不开了。谁知基隆突然走了过来，他没想到会和基隆共撑一把伞，又一次和半岛相遇了。他买了条新裙子，不过买回来发现裙子有点短，珍珠担心抱孩子时会不小心走光，可是她真的很中意这条裙子。她向大家征求了意见，还是有人劝她做自己。她高兴地穿上了裙子，在家里等半岛回来，结果换来的是一句冷言冷语，穿点适合自己年纪的衣服。重逢的他们再次遇见，半岛心里还是放不下。基隆帮珍珠撑伞的时候测了测肩宽，珍珠看着半岛被雨淋湿，回想起半岛以前接她时带了2把伞，如今的浪漫却都给了别人。珍珠邀请他去看电影，警告他不要靠近自己的家人。半岛不高兴他总和基隆待在一起，珍珠生气地解释说那伞是别人的。听完这些，半岛反而更开心了。珍珠的心里还是有半岛的位置。孝敬开始了，作为妈妈的珍珠能干是显而易见的，基隆就像个花痴一样，他微笑着欣赏珍珠。珍珠的手艺得到了众人的连连称赞，一个个人赞不绝口，但总有人要打断。他们决定举办一个珍珠的菜肴比赛，结果基隆连珍珠味的菜都没尝到。做菜的时候，珍珠不小心被师傅弄脏了衣服，西龙看到后立即去了商场。此时的珍珠看到了半岛和瑞英在一起，哈皮的场面真是看一眼都受不了。正巧半岛经过砸水球的摊位，珍珠花了1000块砸半岛一次，负责水球的工作人员跟半岛有仇，直接就把半岛吊了起来。珍珠砸得不亦乐乎，把带孩子积累的本领全都用在砸水球上了。果不其然，半岛全身湿透。基隆给珍珠买了衣服，但他不知道什么借口，让衣服看起来就一些他才满意。瑞英肯定会找半岛算账，珍珠只是淡淡的说了句加油。千鹤子把基隆叫过来了，珍珠看着他们俩融洽的样子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半岛也注意到了，但他也看到基隆一直在关注珍珠。半岛利用珍珠的脏衣服来发挥，基隆注意到了他还记得眼镜说要玩弄珍珠的事，半岛一脚就把眼镜踹进水里。珍珠让半岛别管闲事，他说半岛就喜欢年轻妹妹的变态，半岛反驳说他喜欢的是年轻弟弟。两人又开始争吵。这时候社团需要一个女王参赛，负责人马上看中了珍珠。珍珠因为衣服脏了，本来不想参加，但珍珠一出场就让半岛目瞪口呆。女生打扮后真的能变那么美？一首歌曲让全场观众沸腾，也让半岛想起了珍珠，照顾自己和孩子没时间美容，手上还有些伤，这让他感慨良多。珍珠为了家庭牺牲太多了。活动结束时，因为更衣室太远，珍珠直奔南边的厕所，眼睛带着小弟进去了，边尿边聊珍珠的美。珍珠偷笑，他整理好衣服准备出来大干一场，结果只碰到基隆。这时又有人走了进来，基隆赶紧把他拉回厕所，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，他们却忘了锁门。推门进来的正是半岛，男人用女人往上爬，最终成为了医院院长，但他对女人的感情却轻如鸿毛，假装爱她。鬼姐也看到了眼镜衣领的口红痕迹，但鬼姐并没有揭穿她。她坐在车里哭泣，因为太爱眼镜了，不愿去分辨那些证据。这次眼镜找到了珍珠，她却浑然不知，珍珠和半岛
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珍珠记得半岛之前的提醒，眼镜就是个渣男，还有昨晚听到的那些话。珍珠回想起昨晚他们3个人的场景，半岛气愤地离开，基隆却叫住了他，告诉半岛珍珠的衣服是自己买的。珍珠想解释，但半岛的嘴实在太臭。和高富帅开始新生活挺好的吧？珍珠收到了眼镜的邀请信息，还是给半岛打了电话。听说眼镜的事，半岛很紧张，这让瑞英感到了些许不安。听了半岛对眼镜的描述，珍珠终于明白眼镜是怎么上位的，只知道用下半身思考的蠢货。听完半岛的详细描述，他终于明白，半岛一直在为眼镜收拾烂摊子，误会关于半岛的事情也解除了。珍珠有点生气，嘴上说是为自己报仇，其实是想为半岛出气。珍珠首先透露了自己是大集团千金的事，这消息让眼镜对珍珠更感兴趣了，然后和眼镜一起参加了大型活动。半岛带着鬼姐闯入活动现场，当场揭露眼镜的真面目，但眼镜早已识破了珍珠的计划。他从鬼姐那得知，珍珠所谓的大集团根本无其事。眼镜意外的是，自己所有的备胎都来了。半岛发现了眼镜的花心，眼镜的多角恋被揭露，鬼姐对眼镜彻底失望，半岛也帮忙了鬼姐。眼镜想打半岛，但珍珠一脚就把他踢倒了。鬼姐事后感谢了他们，其实他早就明白了一切，没想到会这样，只怪自己爱得太深。半岛知道珍珠在关心他，虽然嘴上不饶人，看到珍珠受伤的手，还是忍不住担心，主动帮他处理伤口。这时他们看到小孩子的玩具，不约而同想起了自己的儿子，眼睛总是红红的。离别时，半岛告诉珍珠，你在舞台上真的很精彩。他才想起珍珠喜欢唱歌，感到有些愧疚。珍珠听了这消息，高兴地离开了。可是在路上却发现有人在暗中跟踪，有个无耻男同时骗了4个女生。珍珠和半岛一起把他的丑事曝光了，这让他失去了那位富婆的信任。那个晚上他竟然悄悄跟踪珍珠。珍珠觉得情况不妙，他急忙给半岛打电话，但没想到半岛也在给他打电话。幸好刚离开学校的基隆听说眼镜打算对珍珠不利，他说今天宁愿坐牢。眼镜誓言要对珍珠不利，但基隆一拳就让他摔倒在地。珍珠向基隆表示感谢，他好奇地问他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。基隆只说是偶然遇到的。珍珠发现了他的小心思，他问他是否真的喜欢自己。基隆承认他真的很喜欢他，从珍珠刚到这里时他就开始喜欢他了。珍珠听了还挺开心，他觉得自己还是很有魅力的，但他还是劝基隆不要喜欢自己。虽然自己看起来很美，可是自己的身体经历过生孩子的妈妈。基隆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。珍珠希望他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而不是单纯喜欢他。珍珠之后就回家了。另一边，瑞英因为不满家里安排的比赛，选择了离家出走。半岛觉得他应该多和家人沟通，无论如何离家出走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他今晚上打算睡哪里呢？瑞英望着外面的宾馆，半岛被吓了一跳，决定送他回家。正好遇到了瑞英的父亲，瑞英还是不愿意回家，他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。父亲并没有责怪他，只是让他回家再详谈。看着父亲身边的那个人，瑞英乖乖地回家了。父亲最后还是答应了瑞英，比赛结束后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半岛对此感到很欣慰。瑞英感觉到半岛并不喜欢自己，他从半岛的眼神里看到了父亲的影子。如果真的喜欢他，那晚就会直接去宾馆。半岛和珍珠为了孩子的上学问题聚了一下，在一起商量对策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半岛询问珍珠昨晚是否安全到家。珍珠有些生气，他昨天没接电话。他本想说出心里话，但又停住了。每当他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总是不在身边。半岛想起珍珠母亲病重时，珍珠泪眼婆娑打来电话，他却没能接听，这让半岛内心煎熬。偶遇珍珠的母亲，他本来想感谢他上次的帮助，但看到珍珠哭泣的样子，误以为是他让他伤心。他担心女儿淑珍会离开。半岛才明白珍珠是如此思念儿子。他向珍珠的母亲报了自己的名字，岳母感到非常抱歉。他急忙解释珍珠最近的奇怪行为，希望半岛能作为朋友帮帮他。他还送了2个水蜜桃给半岛，那是珍珠最爱的水果，但因为自己的过敏，珍珠已经戒了。这时珍珠注意到了一张恐龙海报，她泪如雨下，那是淑珍最爱的玩具。半岛跑到珍珠家门前，看到同样在哭的珍珠，他想要呼唤她，但他欠珍珠的太多了。一个男人在女孩的柜子前粘了个便利贴，便利贴上写着跟着箭头走，目光下移是一束玫瑰。珍珠露出了微笑，他按箭头方向走，最后他看到了一封信。看着珍珠的笑容，半岛知道他做对了，从此他们确定了关系。
离别时，半岛看到了珍珠喜欢的桃子，虽然自己对桃子过敏，但他愿意为让珍珠开心。你可千万别杀了我！半岛从梦中惊醒，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点。珍珠催他快点吃饭，他哭着抱住珍珠，但当他去找孩子时，珍珠和孩子都消失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梦，他还是无法放手。看到了一个即兴旅行的海报，他开始策划找回珍珠。半岛开车带着朋友们，一场野营的狂欢就此开始。在雨和宝岭响起的那首歌，让珍珠和半岛回想起结婚的日子。那一天，他们在雨和宝岭的歌声中举行了婚礼。半岛笑着从岳父那里牵过珍珠的手，为她戴上了终身的戒指，这让他们俩都很感慨。趁着大家都睡着了，半岛带众人去了海边，大家精力充沛，开心地开始了水战，展开了最后的对决。千瑟把基隆叫来了，他试图撮合基隆和珍珠，这搅乱了半岛的原计划。半岛都气得眼睛冒火星了，给基隆的鲍鱼只剩个壳，基隆哭笑不得，但大家都说基隆挺帅的，别针对人家了。半岛只好去吃菜。出于习惯，珍珠自然地给半岛加了辣椒，不止基隆傻眼，大家都感到困惑。珍珠喝茶时不小心洒到衣服上了，半岛也自然地帮珍珠擦拭，这让基隆感到尴尬。伯里拿出情侣装，让珍珠去换，基隆紧张地说他也要换。半岛心想这怎么行？他们开始争执，珍珠看无可奈何，自己换上了半岛的衣服，让基隆和半岛一起穿情侣装。基隆偶遇珍珠时真的很好看，他们成了一个对。在无路可走时，基隆发现了周围有萤火虫的桥，珍珠觉得这地方很熟悉，看到珍珠冷得发抖，基隆把衣服披在珍珠身上，然后抱住了珍珠。这时半岛还在为珍珠准备惊喜，但他看到了这一幕，或许放手是更好的选择。伤感情绪慢慢蔓延，你在什么时候把别人的好视为理所当然？新婚地半岛总是挑剔珍珠喂的药不够好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样的行为也开始让他感到不耐烦。珍珠的关心变成了啰嗦，只有失去后才知道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。接续前情，半岛看到珍珠和基隆在一起，整夜未能入眠。珍珠走过来，半岛只问他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珍珠支支吾吾地说大概记得。半岛又问他喜不喜欢这里，珍珠点头。半岛感到很高兴，只要珍珠开心就好。因为牵色的牵线，珍珠被迫和基隆共乘一车。他们怎么会知道那座桥是半岛和珍珠的爱情见证？珍珠在基隆抱了一会儿后，很快就推开了基隆，他的心里只有半岛。基隆根本不知道珍珠有胃病。珍珠弯腰走进厕所，被半岛看到。珍珠没带卫生用品，他打电话给好友，但没人接电话。半岛已经去药店了，他找到了珍珠需要的特定药品，只有他知道珍珠需要什么药。无助时，珍珠只想到了半岛。半岛在女生面前买了卫生用品，尴尬的是那是女厕所，被误会为变态，东西掉出来了。正好珍珠的好友出现，尽管丢了面子，但仍装作镇定，让宝林把药交给珍珠。这些还不足以缓解珍珠的痛苦。半岛拿了一杯热水给珍珠，他知道珍珠总是干吃药。珍珠吃药后，半岛给她做了个背部按摩。珍珠突然想起，半岛在她生病时也是这样细心照料她的。她虽然累到不行，还坚持陪她入睡。第二天，鬼姐突然来找半岛，她询问珍珠的情况。这时半岛才知道珍珠被欺负了，他气冲冲地走进医学院，把怒气全撒在了眼镜身上。眼镜总让他干些见不得人的事，这让他没有更多时间照顾妻子。半岛一路上反复回想珍珠的话，为什么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总不在？他内疚极了，带着给岳母的礼物去找珍珠。他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变成这样，似乎一切都不顺心。那一次珍珠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，是因为他看到了校园霸凌，他帮助了被欺凌的学生，结果被其他学生围攻，这才被送进了警局，耽误了时间。他的妻子从未见过他哭得那么伤心，一时间他感到无所适从。他们当初不顾家长反对，艰难地走到了一起。半岛与岳母的关系越来越好，岳母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儿子，他也经常偷偷给岳母钱，只是为了一个父爱的情面。岳母去世后，他也成了岳父的好朋友，岳父对他的陪伴非常感激。他们在半岛的家里吃了一顿饭，岳母给他夹菜的时候，半岛却因为思念而多看了岳母几眼。这时珍珠终于明白了半岛对母亲的思念。在公园里，珍珠注意到半岛的手受伤了，他告诉他不要再伤害自己。半岛却更想知道为什么珍珠不提那些伤害他的事。半岛也懂得了珍珠之所以这么说，总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，自己却不在他身边，他的心情沉重到几乎忍受不了。珍珠叹息一声，他不需要被保护，
他只是需要有人陪伴，一起哭泣，一起感受痛苦。母亲去世后，半岛表面看似很乐观，自己准备了很多美食，这让珍珠感到不舒服。珍珠知道这不是半岛的错，也知道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是无奈之举，但他还是责怪半岛。他不明白半岛为什么那么平静，为什么不能和自己一起悲伤。珍珠告诉他，他们的关系从那时开始出现裂痕。他转身就走，但半岛叫住了他，他只是想让珍珠开心。他对岳母和珍珠感到非常愧疚，他认为那是他唯一能做的。第二天，珍珠开始找寻关于时空穿越的书籍，在这里他遇到了还书版的半岛。半岛告诉他那没什么用，珍珠只是说有点好奇，他们俩都没提及想回去的心思。珍珠尴尬地离开了，却碰到了一对吵架的情侣。珍珠只能带着半岛躲了起来，没想到那对情侣越吵越近，珍珠不小心撞到了半岛，两人心头涌起了爱意，让他们俩都感到了尴尬。与此同时，半岛想，如果他们戴上戒指，也许能回到过去。他买了对戒，急忙跑去，直奔珍珠家。但珍珠还在跟岳母待着，他怎能剥夺珍珠的生活？这时，珍珠看到了醉酒的打工人。珍珠突然想到半岛的辛苦，那句连狗都不如的话，深深地刺痛了珍珠。还有半岛那撕心裂肺的谈话，我明明努力想要好好生活，为何还要每天道歉？半岛哭着冲向珍珠，一个孩子突然跑到马路上，珍珠立刻护住了孩子，而半岛泪眼婆娑的狂奔，奋不顾身地推开了珍珠。他眼中满是遗憾，他被撞飞出去10多米，戒指也飞了出来。看着倒在地上的半岛，珍珠几乎要疯了。又一个男孩冲向马路，珍珠不顾一切地去救，正要被车撞到，半岛用尽全力将他推向路边，自己飞出去10多米。珍珠急忙跑过去，看着无反应的半岛，她痛苦地叫出了老公。半岛被紧急送入手术室，他害怕地在地上瘫坐。手术非常成功，但半岛让他妈妈谎称他还不能见人。在那接近死亡的一刻，半岛思考了很多，他害怕给珍珠带来不幸，毕竟珍珠和岳母在一起很开心，可珍珠就是不愿离开，直到毒载揭穿了半岛的谎言。珍珠哭着说她多么害怕他去世。说完这些话，半岛心如刀绞般的痛，珍珠也痛哭起来。第二天，基隆趁着生日带珍珠去郊游，珍珠感到很满足。那时基隆没能尝到自己喜欢的食物，他很感激半岛。就在那场车祸的当天，基隆打了救护车电话。基隆觉得这很奇怪，自己本是来帮珍珠解围，半岛却来感谢他，自己帮了半岛，珍珠却来感谢。基隆向珍珠坦白，自从喜欢上他后，就发现他的目光总是停留在半岛身上，但他真的很不甘心，他必须让珍珠知道自己的心情。珍珠听后紧紧抱住了基隆，珍珠感到很庆幸，基隆在没有家人关爱的情况下，还能去爱护别人，并最终取得了成功。那段难以割舍的感情，终于在今天画上了句号。夜晚，珍珠幸福地躺在妈妈怀里，突然母亲让她回去见书镇。原来，母亲在打扫时发现了她写的信，回顾女儿的种种行为，她开始怀疑女儿或许来自未来。母亲希望她为了孩子能回到过去。珍珠伤心地答应了母亲的请求。半岛坐在医院外头发呆时看到了孩子，他忍不住去找珍珠。离别的那一天，他们相互戴上了对方的戒指。当他们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回到了未来，两人喜极而泣，感激涕零。他们决定更加珍惜接下来的生活。原来是半岛让父亲投资的缘故，这让他们一家变得非常富有。至此，告白夫妇的故事告一段落。值得一提，